你做了一个首屏 banner， 并配上一个核心交互按钮，在电脑上看起来一切正常，但在手机上，用户可能根本看不到你的核心按钮。看完这期视频，你将会明白使用 VH 的问题出在哪里 ，VH、SVH、DVH 等应该如何选择。让我们开始吧。在这里，我们给 Hero 元素设置了 min head 100VH， 确保它能够占满整个视口。在开发时，浏览器里看着一切正常。但是当我们在手机上打开时，却发现核心按钮被浏览器的 UI 挤到了屏幕之外。我们必须往下滑一点，按钮才会露出来。问题就出在这里，移动端上 100VH 参考的并不是用户此刻实际看到的视口面积。在移动端，现代主流浏览器通常会将 VH 按照浏览器 UI 全部隐藏时的最大视口来计算。当使用 VH 时，浏览器参考的视口面积是这么大。当你使用 LVH 时，效果也是一样的，只是语义更加准确。这个面积明显要大于我们实际感受到的视口，这就是为什么在移动端，我们的按钮会被遮挡。我们可以使用 SVH 来让按钮稳定地显示出来。SVH 就是 Small VH， 在计算时始终当作所有浏览器 UI 都已经显示出来，表示的是视口的最小可能面积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首屏的核心按钮会稳定地出现在用户的视线里。代价也很直接，在浏览器 UI 隐藏时，可能会导致 banner 没有填满整个屏幕，下面的内容会提前露出来。既然 SVH 会留白 ，VH 会被遮挡，那有没有一种单位能跟着浏览器 UI 变化呢？那就是 DVH， 即 Dynamic VH， 它会参考浏览器 UI 的状态，实时动态的更新视口的大小。这听起来很美好，仿佛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不用考虑这么多问题了。但是在首屏 banner 这种需要稳定的场景下 ，DVH 其实并不适合。注意看，当我们上下滑动时，由于视口在动态变化，引起的布局抖动非常明显。在这个场景下，我们需要保证核心交互能够跟着首屏 banner 一起稳定的出现，而这么严重的布局抖动是无法接受的，所以 SVH 是更适合这个场景的选择。DVH 更适合的是需要动态适应的场景，可以看到，对于点击按钮后的全屏弹窗，我们使用的就是 DVH。无论浏览器 UI 是否显示，这个弹窗都能占满整个屏幕。这是因为我们在弹窗打开时禁止了页面的滚动，浏览器 UI 也不会随着页面滚动反复收起和展开，所以这里的 100DVH 反而能更好地满足这个需求。到这里你已经明白了 SVH、LVH 和 DVH 其实都是对视口高度语义的进一步细分。实践中怎么选，关键是先想清楚你要的是最小视口、最大视口，还是当前这个瞬间的动态视口。比如首屏加核心交互这种场景，为了让交互元素稳定的出现， SVH 就更稳妥。如果只是一个装饰性的全屏背景图，不在乎底部被遮挡一部分，那 LVH 就够了。它的效果和 VH 相同，但语义更加明确。对于需要动态占满全屏，又不太需要考虑布局抖动的场景， DVH 会更合适。目前现代浏览器已经普遍支持了这些新的视口单位，一般情况下都推荐使用这类语义更清晰的单位。如果担心兼容性的话，可以考虑使用这样的小技巧。在支持 SVH 的浏览器上，后出现的 SVH 会覆盖前面的 VH， 而在不支持 SVH 的浏览器上， SVH 的规则会被忽略。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启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